臣妾是说万一啊。嗯，万一一个夫君只有一个妻子，没有任何妾室呢？朕看你是傻了啊！怎么老想着郎世宁的闲话？皇后告诫所有人，不许吵郎世宁画画。我看就是为了防备你。臣妾只是想想嘛。虚空妄想没有任何意义。还好郎世宁年资深重，否则你们两个说话就不合规矩。臣妾知道。臣妾只是在想，万一有一天天下所有的男子只有妻子没有妾室，或者夫妻之间的情分已尽，女子也可以求去。好了，郎世宁呢，来京中多年，想必也和很多人说过这样的话，但无人当真，无人在意，唯有你钻牛角尖。臣妾只是在想，如若真是这样的话，也挺好的，人人都可以做一心人，做不了了就自愿分开了。真是痴话啊！如意，你是女子，又在宫中，你得守着三纲五常，还有君臣夫妻嫡庶尊卑的道理。道理纲常之外，也有别的可能啊。那些西洋外来的风俗，不同于我们天朝上国。风俗是不同，可天下男女的心是相同的。皇上难道不想一生只一次心意动，只对一个人吗？好了，别再说这些了。那皇上这般说，臣妾今日便记得了，以后也不敢在皇上面前妄言，一定对皇上谨言慎行，恭恭敬敬。臣妾告退。皇上，如意馆的人来了，问您是不是过去？不去了，朕没心思。这，哎，把朕推回去。这，慢点。这才芳菲多久，就闹了一场。王卿说，皇上动气了。这贤妃，平常看着还像个样子，这起了性子的时候，着实不成体统。景仁宫都轰了，他还这么使性子，迟早得吃亏。罢了，只能让另外几个嫔妃多去侍奉皇上了。皇上，你怎么不理臣妾啊？朕乏了。你来了半日，怎么连话也不说一句啊？臣妾笨嘴拙舌的说了，怕惹皇上笑话。那你就继续做你的闷葫芦吧。您和皇上置气，可皇上倒好，今儿去贵妃那儿，明儿去嘉贵人那儿，就连最不得宠的婉答应都去养心殿侍候笔墨了，您还在这画什么呀？您是真不着急啊？他是皇上，我是妃子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阿若姐姐，主才不会生了和皇上的情分呢。走进，走。阿若，把这儿收拾了。快走！还有没有胡思乱想啊？
就算朕说话说得重了一些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成了吧？是臣妾的错，臣妾错在直言不讳，忘了您是皇上，是不得冒犯的天子。你是倔脾气。来，瞧瞧朕带了什么送你。皇上有什么赏臣妾的？臣妾谢恩。一笔一笔画的，不是赏赐，是真心。那不如先看臣妾的。哦。哼哼。臣妾怎么这般端正？降雪宣时，你就是这般接过朕的主意，那是朕心里最难忘的时刻。可臣妾画的皇上是得侧福晋旨意那天去城楼上找皇上，看见皇上玉树临风的样子。唉，一个端正，一个逍遥，这怎么会配呢？不配啊！朕可以与皇后一同入画，与你却不行。所以朕画了你的小象来哄你，结果你说不配啊！人是一对璧人，可是神情姿态都不相同，一起入画怎么合适啊？哼，那朕就偏要合适。朕叫郎世宁裱好之后，把它收起来。今儿个天真热啊！您一直在用啊？是啊，朕一直带着它，这红丽清英。哪里会不般配？绣这块帕子的时候，臣妾还在淼云阁守孝，当时还叫青英。那时候臣妾以为再也见不到红丽了。哼，帕子上的青英红丽在一块儿，那我们也不会分开的。朕不会让你看不见朕的。皇上，臣妾那日跟您顶嘴，您就当臣妾是最后一次吧。朕知道，朕知道你有心思，从来不瞒朕的。你姑母一走，你所有的心事，也只能对着朕说。经过那么多事情，往后还会有更为难的事，哪怕你对所有人都要循规蹈矩，但是对着朕，还是可以保留青英的性子。只是以后啊，不许说傻气的话。是。这花开得到喜庆，黄与紫都是尊贵之色，摆在慈宁宫很合适。皇上小心，有什么好的都紧着您，就连送花都送得最好的。太后，皇上来给您请安了。皇上万安。给皇额娘请安，儿子来晚了。哎呦，看你这急匆匆的，你这是打哪儿来呀？今儿在漱芳斋听了会儿戏，一时忘了时辰，事儿迟了。是和贤妃在一起？皇帝和贤妃感情要好，对吧？毕竟后宫也要注意雨露均沾。你若是整日和他在一块儿，容易让其他嫔妃眼热，也会让他们的母家不安心呢。是，皇娘的话，儿子都记住了。来，陪哀家进屋用膳。主绣什么呢？哎，这不是昨儿皇上赏给您的诗吗？我把它绣在帕子上，多别致。皇上人虽没来，
心里却记挂着主。主想到了皇上，便这般高兴。这费了贤妃好大功夫吧？还绣了人物，是谁啊？回皇上的话，主说皇上的诗是题吴梅村集，主最喜欢里头那首圆圆曲，所以这个人物是陈圆圆。他倒有心思。皇上，方才启祥宫来请过了，嘉贵人等着您去用晚膳呢。皇上夸主有心思，不如当着主的面夸，比奴婢传话来得好。罢了，朕允了嘉贵人，去启祥宫吧。这是。主，怎么了？嘟了个脸。皇上明明喜欢主的刺绣，偏还去了嘉贵人那儿。这些日子，皇上怎么来咱们宫里少了？皇上自有安排，你着什么急啊？好吧，好吧，奴婢就陪主在这儿等着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坐下吧。谢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今儿穿的这身衣裳，花样虽少，却以青朗为主，看着很是大气。娘娘衣上的折枝花针法，像是我大清刚入关时实行的绣法呢。可是夏宫里最实行的，是在整件衣上满绣轻巧花样，会用金银丝线和米珠薄薄织起，或织金泥金，缀在江南最软的绸缎上，真的是又华丽又轻软。皇后娘娘，你身上这身衣服颇有古风，看着也很别致。那看来，大家还是觉得本宫这身衣裳不错了。是。本宫查看了内务府的账本，见后宫每年所费衣料之数甚巨。本宫的这身衣衫虽然是绣花，但疏落简朴，而你们所穿的衣服，且不论衣料，便是这刺绣一项，便所费太多。皇后娘娘说的是，可是咱们也不是用不起这些呀。后宫所事，民间往往追捧，所以才使得京城中江南所来的衣料翻倍而涨，就是绣工也愈加昂贵。如此下去，奢靡成风，还如何了得？贤妃，你说呢？宋仁宗喜食杨羹，不愿因自己的一夕之欲开启无穷宰杀，而自人口腹之欢，更不愿民间知道宫中喜物养成奢靡之风。皇后娘娘此举有如宋仁宗一般。皇后娘娘说的固然是，可是皇上一直都说，圣祖和先帝励精图治，国富民强。便是国富民强，后宫也不能挥霍，否则祖宗们留下的基业还能经得起几代？本宫以身作则，效法祖宗旧制，从今日起，不再用江南所进贡来的昂贵衣料，不佩戴贵重首饰，平日里用的胭脂水粉和冬日里的炭火也要减半分发。便是协芳殿伺候阿哥、公主的奴才们也要减半。是。皇后娘娘真是克勤克俭。本宫也是想着，咱们身居六宫，但却为天下女子的表率，咱们不能忘了祖宗们定天下的艰难。臣妾定当追随皇后娘娘。臣妾定当追随皇后娘娘。水之，
一会儿回去啊，先让主过目这些布料，他要送给三阿哥裁衣裳的。是。姜太医，这边请。姐姐，哦，走吧。阿若，这书我还看呢。皇上，怎么？这些日子许久未见，是不是朕的样子变了，才让你如此发呆？臣妾是有日子未见皇上了，但皇上容光焕发，可见素日保重。那朕没来的这些日子，你可有保重自己啊？很想保重，但就是见不到皇上。哼，朕这不是来了吗？皇上，这茶凉了，我让阿若给你换杯热的。阿若，皇上请用茶。是奇云瓜片。奴婢估摸着皇上刚用了膳，天气冷了，难免多用荤腥。这茶消垢腻、去积滞，是最好的。千灵百丽，心思又细，是你调教出来的吧？这话都是主平日口里颠来倒去说的，惦记着皇上用什么了，用的好不好。奴婢不过是耳熟，随口说出来罢了。好，下去吧。是。难怪朕想着你的茶，原来你也惦记着朕呢。原来皇上是想着臣妾这儿的茶，那明日里臣妾就往各宫里都散一些，也好引得皇上各宫都去坐一坐。哼，这话便是赌气了。如意啊，朕知道你入宫以来受了不少的委屈，朕想护着你，可是不如在前底时可以自由自主，所以为了朕，你忍一忍。王钦，奴才在。东西呈上来。这。甚赞徽音，朕亲手为你写的，如何？甚赞徽音，何解？《诗经》上说：“大司似徽音，则百思难。”慎的意思是要你谨慎，唯有谨慎才能够得到美誉。那是皇上的好意，臣妾倒觉得无趣。那朕跟你说点有趣的，你与朕的姻缘源自于音，墙头马上。所以你只要记得朕的心意，全在这个音字上。那臣妾便十分的喜欢。喜欢就好。王钦，嘱咐内务府将其做成匾额，挂在延禧宫正殿。这。奴才给贵妃娘娘、宜贵人、嘉贵人海常在请安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秦公公，今儿个怎么老董你过来了？皇后娘娘说啊，
这不连着下了几天的雪，天气湿寒，特意吩咐太医院做了白花丹和海枯藤的香包给各宫佩戴，这能祛风湿、通经络。皇后娘娘真是体恤下情啊！可不是嘛。本宫素来体寒怕冷，多亏了皇后娘娘想着。莫仙，奴才本该还要去启祥宫和景阳宫，那就一并交给仪贵人和嘉贵人了。有劳秦公公了。秦公公，快把海常在的香包给他，别像本宫苛待了他似的。那不能够，都有。来，拿来。那奴才就先告退了。有劳公公了。双喜，给秦公公封点银子送去。哎呦，那谢娘娘了。奴才告退。这香包可是娘娘的情谊，你们可别忘了时时带在身上。那是肯定要带的。得了，别杵在那儿了，回屋去吧。嫔妾告退。跟块木头一样，难怪皇上不喜欢。瞧他那呆呆的样儿，这样啊，才能显得出贵妃娘娘的灵慧聪颖。哪只凤凰身边没有乌鸦呢？你这小嘴巴巴的，是越来越会说话了。刺心，写得越来越好。主儿，内务府越发会欺负人了。皇后娘娘赏给各宫的白花丹和海枯藤，是做成了香包，叫何宫的人佩戴。奴婢收下了，没仔细瞧，结果方才打开一看，里面的白花丹粉末全是次货。我想再问他们要，他们说太医院送来的就是这些了，没有更好的。奴婢就不信贵妃那儿他们也敢送这样的。这香包缝制的松松散散的，针脚也不成个模样。方才我过来，秦丽正眼巴巴地往咸福宫送香包呢。这针脚跟用料，我看倒是挺好的。真是小人，这点小东西都要分高低。能用就行了，搁着吧。说的也是，阿若，你把这香包留给我，我回去呢把它针脚给紧一紧，免得姐姐用了变散了。对，海兰缝的好，就让海兰缝。我最会这些功夫了，一定漂漂亮亮的给姐姐送回来。